大家好啊，我是戴红。我的老粉丝肯定都记得，我最早是一名英雄联盟主播，经常玩一些坦克上单，搞混血。今天呢，咱不提混子的事儿，咱来讲讲英雄联盟里那些动物英雄的原型分别是什么生物。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首先是咱们非常熟悉的牛头酋长阿里斯塔。每当我看到老牛的那一刻，我的耳边都浮现出一个熟悉的声音。 For my ancestors, an excellent plan. Yes, chieftain. 不错哈，我一直认为英雄联盟的牛头酋长属于一个演化脉络很清晰的英雄。这一支最早的角色应该来自于魔兽争霸中兽族的英雄牛头人酋长。后来魔兽争霸通过一个地图澄海 3C， 逐渐演化成了 DOTA。再之后呢，英雄联盟等经典 MOBA 游戏逐渐崭露头角。几乎每一个 MOBA 游戏里都有一个牛头人的角色哈。这些老牛的技能里基本都有一个能让周围单位眩晕的踩踏技能。整体来说比较相似。那些欧美公司创作的游戏里的牛头人原型大部分来自希腊神话中的怪物米诺陶洛斯。这个怪物是怎么来的呢？传说呀，地中海克里特岛的国王米诺斯向海神波塞冬许愿，希望得到一头纯白色的公牛来证明自己的王位有神意的庇佑。之后呢，会将这头老牛宰杀献祭给海神。于是憨厚的波塞冬从海上送给了他一头牛。结果米诺斯炫耀完之后，仿佛被这头老牛给魅惑了一般，不愿意还给海神了。然后他从自己平时吃的那些牛里找了一头宰杀，这可把海神给气坏了。机智的海神瞬间戳破了他的阴谋诡计，让施法让米诺斯的妻子爱上了那头公牛，二者坠入了爱河，进行了一波跨越物种的杂交。于是始祖牛头人米诺陶洛斯诞生了。所以啊，牛头酋长阿里斯塔的原型应该是牛和晚期智人。一起找点乐子吧。披甲龙龟拉莫斯，龙龟的原型其实很好解读哈，人家的英文名字很直白，球鱼，只有这俩字儿。拉莫斯这哥们儿的称号，咱更加精确一些的话，其实叫他带刺儿球鱼更好一些。很多种类的球鱼确实和龙龟一样，能够把自身的盔甲进行折叠，变成一个球状。值得一提的是，球鱼虽然看起来和穿山甲很相似，但其实二者并不是近亲。球鱼所在的有甲目和树懒食蚁兽所在的披毛目亲缘关系较近，而穿山甲所在的鳞甲目和各种食肉目的亲缘关系更近一些。叫我国王，叫我恶魔，河水会遗忘那些已被淹没的名字。河流之王塔姆，这位更是重量级，一个史诗级乌龙，咱大家伙叫他蛤蟆都叫习惯了。其实塔姆应该是一条大鲶鱼，那两条胡须很显眼哈。更重要的是，所有青蛙和蛤蟆所在的目被称作无尾目。顾名思义，娃娃们成年后是光屁股，而河流之王有一条可爱的小尾巴，二者相差还是比较大哈。生与死，轮回不止。我们生，他们死。沙漠死神内瑟斯来自数位马的知识之神，大家总是亲切地称呼他狗头。狗头的原型很好找哈，数位马大区的原型古埃及神话里有一位木乃伊防腐之神，正是大名鼎鼎、名副其实的沙漠死神阿努比斯。他同时也是古埃及神话中的坟墓之神和地狱之神。总之都跟亡灵以及丧葬等活动有关。阿努比斯的形象非常经典，是一个胡狼头人身的形象，把胡狼和死亡安排在一块儿，确实是一个非常合适的组合。因为在古埃及，胡狼这种善于寻找腐肉的动物，经常在墓地周围游荡，进行一些分解者的工作。而犬科胡狼属现存有2种胡狼，其中黑背胡狼主要分布于非洲东部和南部，毛色以姜黄色到红棕色为主，肩背部有明显的黑色斑纹，适应力非常强，如同狗头一般，善于赖线，成对生活。雌雄双方会终身配对，共同捕猎，经常在城市郊区以及沙漠地带活动。古代时期，人类的墓地对他来说如同一座防御塔，饿极了就回塔下吃塔刀。以各种无脊椎动物、哺乳动物、蜥蜴、蛇、鸟蛋、水果、浆果等为食。而侧温胡狼主要分布于非洲西部以及东南部，多栖于灌木丛和林地中，食性比黑背胡狼更加复杂，掠食性比黑背胡狼更低，相对来说吃果子稍微多一些，属于是经典的老狗头行为。所有人都得死。
让霍莫图夫雷克顿狗头的好兄弟，原型同样来自于古埃及神话，正是拥有人身鳄鱼头的战争之王索贝克，同时与埃及法老的权力、种族的声誉有关。很抽象的是，鳄鱼神索贝克还是一位辟邪的守护神，能够保佑古埃及人民免受来自于尼罗河的危害，颇有一种请小偷来家里防盗的即视感哈。其原型大名鼎鼎的尼罗鳄，可能是全球除了经典老角色虎之外，对人类 KDA 最高的脊椎动物，广泛分布于非洲东南部。虽然它吃人很多，但这并不代表它是一种对人非常不友善的动物。因为尼罗鳄呀，秉持着它的一贯原则，所有动物都得死，只要能吃，它必须得尝尝咸淡。在这方面，老鳄比老鲨更不挑食。大白鲨只要能吃到鳍脚类那种大肥肉，绝不会主动招惹骨瘦如柴的智人。而尼罗鳄呢，来者不拒，他们每天成群结队的在浑浊的河道中蹲伏，心中默念：谁是砧板上的下一块肉？值得一提的是，尼罗鳄的这种数量多、密度高、饮食不挑的特性，从某种程度来说，给当地人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比如说，假如当地发生了一些比较抽象的事情，导致大批的智人忌了，这些人的尸体会难以得到妥善处理。这个时候，把尸体扔到河边，尼罗鳄会变成一群异常敬业的清道夫，对着尸体一顿大快朵颐，避免了尸体腐烂、污染水源、传播疾病等危害。除了吃人的尸体，某些大型动物的尸体也会被尼罗鳄给解决，使得杀戮频发的尼罗河边总是一片清爽啊！在这种环保行动里，尼罗鳄算得上是立了大功啊！当然哈，古埃及神话中的战神鳄鱼头索贝克不一定指的是尼罗鳄，因为在1807年，法国博物学家艾迪安·圣伊莱尔发现，有一个古埃及鳄鱼木乃伊的头骨，貌似和其他尼罗鳄的头骨不太一样，于是便将其描述成了一个新的独立物种，正是西非鳄，也被叫做神圣鳄鱼，主要分布于非洲中西部，体长3到4米，整体形象和尼罗鳄是非常相似，但是性情呢更温和一些，攻击人类的可能性也更低。好吧，我们走。山隐之眼奥恩的原型应该是盘羊，盘羊属的各种盘羊普遍长有一个如同鹦鹉螺一般的大角，颈部下方有着如胡须一般的毛发，整体形象确实如奥恩一般像老大爷。感受来自蛮荒的力量吧。不灭狂雷乌里贝尔，外貌很像北极熊哈。Q 技能雷手一击也很符合北极熊的追击策略。在冰面附近gank的时候，北极熊会紧盯那些冰窟，海豹、白鲸等猎物可能会在此换气，而北极熊会趁此机会一个重击将其击杀。冰晶凤凰艾维尼亚的原型不太清楚，咋看咋像极冻鸟。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原型是齐天大圣孙悟空，九尾妖狐的原型是九尾妖狐，非常符合逻辑。迅捷斥猴提莫，以前我一直以为它是一只松鼠，其实仔细观察面部，貌似更像一只小浣熊，有一个炫酷的盗贼眼罩。现实中的北美浣熊也确实如同游戏里的提莫一般，对当地居民会造成容易让人红温的骚扰。浣熊们聪明灵巧，身手矫健，它们前爪上的5个指头就像人类的手指一样，善于抓握，有时候甚至能打开窗户，拧开门把手，经常来到智人的家中进行一波洗劫，适应力极强，几乎啥都吃。智人的垃圾箱对他来说如同一个酒馆，总能自动刷新美食，这让很多人类居住地附近的小浣熊都变得如同煤气罐一般身材丰腴。狮子狗和螳螂这对 CP 的原型应该来自于经典科幻片《铁血战士》和异形。伦加尔仿佛是铁血战士长了一个狮子脸，某种角度来说非常像数码宝贝里的满门忠烈狮子兽，而卡兹克是一个可爱化的 Q 版异形，身躯部分增加了更多虫系元素，堪称是飞天螳螂到异形的中间进化阶段。祖安怒兽沃里克的原型毫无疑问是经典老怪物狼人，一种传说中在满月夜晚能够从人变成狼的怪物。话说英雄联盟里没有把狼人和吸血鬼组个 CP， 主要是有些遗憾哈。最后是我的最爱，我对英雄联盟这款游戏最后的思念，陪伴我度过了10几年的4000多个日夜。他正是我们最熟悉的虚空恐惧科加斯。你想让你所知的世界毁灭，是吗？大家好，我是戴红，今天玩把大虫，好怀念那个做游戏视频的时期啊。大虫子的原型很显然并非某种虫子，也不是某种节肢动物，应该来自于美国超级英雄漫画《再生侠》中的经典反派，于1992年5月首次登场的三角魔，拥有强大的力量和极强的防御能力，能够承受威力巨大的大口径枪弹，还拥有一定的变化能力、附身能力，以及在战斗时会使用火焰喷射。大虫子的外貌和三角魔几乎是一模一样哈。假如某天大虫子重做了，我希望能重做成太
泰兰特或者格莫拉那样，没有其他原因，单纯是我喜欢这俩怪兽，能和其他 IP 联动出一个虚空恐惧古拉顿或者机械邪龙兽科加斯的皮肤，那就更好了。关于英雄联盟动物原型的介绍暂时告一段落，感谢大家观看。大家喜欢的话，希望能点个赞加关注。我是戴红，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又是普通的一天，加油吧大家！